我是老高。今晚我们来聊一个让我心里堵得慌的人——张居正。这个名字，你可能在历史课本上见过。明朝最后的救火队长，一条鞭法的推手，铁血宰相。可这些标签撑不起他这个人。今天咱们不背年表，就当朋友坐下来，聊聊这个把命搭进去的男人，到底经历了什么。先把场景拉到1584年的春天，万历12年的4月。按理说，这本该是柳絮飞舞、暖风熏人的好时节。可那一年的史册缝隙里，从北京到湖北荆州，空气是凉的，凉得像冬天没走。你试着闭上眼，想象自己站在荆州那座大宅子门口，这里曾是整个帝国权力的心脏。那两扇朱红大门，从前多少高官在雪地里跪过、求过。此刻呢，几张刺眼的封条把他的喉咙死死封住。门口没了往日的车马喧嚣，只剩几个锦衣卫，腰挎绣春刀，像石头一样杵在风里。他们的眼神比刀还冷。这不是普通的抄家，这是一个皇帝对自己老师20年的清算。宅子里头安静的吓人，不是那种安宁，是生命被抽走之后的空。院里那棵张居正生前最爱的古柏，叶子也黄了，在风里抖。我跟你说，如果你能翻过那道墙，你看到的是中国官场几千年里最让人心碎的一幕。曾经权倾天下的张阁老，连皇帝都得喊他先生的人，他的家人此刻全在阴暗的角落里，门被锁死，连送水的狗洞都用泥填了。大儿子张敬修，从前那个温文尔雅的世家公子，眼窝深深陷下去，嘴唇干裂出血口。他就那么坐着，盯着父亲生前坐过的那把太师椅发呆。几个月前，坐在那椅子上的人咳嗽一声，九边重镇都得跟着抖。现在呢，满屋的灰尘，门外是一群等着搜出万两白银的审讯官。你想象一下那种绝望，不是被敌人砍杀，是被自己父亲守了一辈子的国家活活困死在墙里头。后院传来妇人和孩子压抑的哭声，是饿的，也是怕的。官员们在屋里翻箱倒柜，敲地砖，撕画卷，找那批传说中的巨款。可你猜怎么着？翻遍了整座宰相府，除了皇帝赐的蟒袍、几摞治国的手稿，啥都没找到，就几块碎银，几件穿旧的衣服。张敬修看着这一幕，嘴角大概会扯出一点苦笑。我觉得这个人最讽刺的就是这儿，他爹一辈子整治贪官，到头来自己家被人当贪官抄，结果连贪的东西都找不出来。他想起父亲那些不眠的夜，想起父亲为了推一条鞭法，鬓角全白。父亲跟他说过一句话，在这个大机器里，想做成事，你就得把自己变成一块最硬的铁。可父亲没告诉他后半句，那块铁完成使命之后，等着他的是被熔炉重新化掉。说实话，这哪是查贪官，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报复。紫禁城里那个年轻皇帝要用最狠的方式告诉天下，我恨我的老师，恨到要把他从人间抹掉。门外的风越刮越紧，落叶卷起来，沙沙响，像史书翻页的叹息。府里的哭声慢慢弱了，饿到没力气哭了。史书上写得清清楚楚，这场封锁里，张家活活饿死了10几口人，10几条命就因为姓张。张敬修在绝望里写下那封绝命书，字字带血。他大概会问老天爷一句：我爹救了大明的命，怎么换不来子孙一顿饱饭？你有没有发现，这跟我们现在很像？干活的人累死累活，最后挨骂的往往就是干活的人。好了，咱们先离开这个院子，要读懂这场悲剧，得把时间往回倒，到几十年前那个表面歌舞升平，
其实千疮百孔的嘉靖年间，时间嘉靖26年，那时候的紫禁城西院里头终日飘着硫磺、丹砂和沉香混在一起的怪味儿。嘉靖皇帝，一个聪明绝顶又任性到家的人，已经20多年没正经上朝了。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，大明帝国的决策中心不在奉天殿，在一个摆满炼丹炉的幽深宫殿。满朝文武想汇报黄河决堤，边关缺饷，得看皇帝今天炼丹的心情。国家像个重病的巨人，大脑跟身体断了联系，血管干瘪，国库见底。户部官员上朝，脸比奔丧还难看，账本翻开，全是赤字。京城里的画面特别割裂，一边是严嵩父子家门口，送礼的队伍排得跟长龙似的，金山银山；另一边守卫京师的士兵穿着破得跟渔网一样的战袍，跟乞丐抢一个发霉的馒头。我说真的，这不是夸张。史书上写着，京军缺饷成了常态，甚至有士兵饿到在闹市哗变。到了嘉靖29年，庚戌之变来了，蒙古的俺答汗带着铁骑撕开长城，一路杀到北京城下。守军站在城头，看着城外漫天的火光，手里连一把像样的兵器都没有。那一刻，大明的脸被狠狠按进了泥里。朝堂上的大人物在干嘛？推卸责任，写诗，粉饰太平。就在翰林院那间堆满灰尘的小屋里，年轻的张居正盯着这一切。那时候的他刚进官场，还是个揣着治军尧舜上理想的热血青年。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。圣人书里的盛世呢？他眼前是一个从头烂到脚的破国。他在油灯底下写了篇论时政书，这是他第一次想给这个巨人开药方。他列了5个病：宗室骄奢，官吏贪腐，军备废弛，财用匮乏，民生凋敝。每个字都像一把手术刀。可这份奏书送进西院，跟一滴水掉进海里一样，连个响都没有。嘉靖皇帝大概扫了一眼，转头又去看丹炉的火候了。我觉得这一刻对张居正来说特别关键。他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光有正确的诊断没用，你手里得有刀。这把刀叫权力。从这之后，那个锋芒毕露的青年消失了，换上来的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政客。他学会收敛眼神，学会把旧事的热血压到心底最深处。他不学海瑞拿头撞墙，他知道那除了流一滩血啥用没有。他选了一条更难、更脏、更孤独的路。他走进大染缸，让自己看起来跟那些贪官没两样。他开始频繁出入严嵩的府邸，在那个老贼面前，他恭顺、谦卑，甚至有点讨好。你想象那个画面，未来的改革家低着头，对着毁掉这个国家的罪魁祸首行礼，这是多大的隐忍。说实话，如果是我可能做不到。我可能写完那篇奏书就拍桌子骂街，然后被贬到岭南去种荔枝了。但他不一样，他在等严党露出破绽，同时他也在偷偷观察徐阶，那个看着温和，其实绵里藏针的老狐狸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嘉靖换成了隆庆，朝堂上党争反而更凶，清流们唾沫横飞，争礼仪，争名分，没人管黄河边上流离失所的灾民。只有张居正站在喧嚣之外，他看穿了这帮所谓的君子用道德绑架国家，根本解决不了一个实际问题。他想明白了，要救大明，不光得杀贪官，还得杀庸官，杀那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清流。这想法很危险，意味着他要跟整个士大夫阶层站到对立面。但他已经准备好了，机会来了。隆庆6年初夏，隆庆皇帝突然驾崩。那一刻，大明的心电图几乎拉成一条直线。10岁的万历要登基，孤儿寡母对着满朝虎狼，权力出现真空。
就像一块大磁铁，把所有铁屑都吸过来。张居正站在乾清宫的台阶下，盯着那2扇紧闭的宫门。他袖子里那份发黄的病历单，每个字都化成了眼底的火。他要往舞台中央走了，可他面前还有座大山，内阁首辅高拱。你可以把高拱想成那种才华横溢、霸道到极点的 CEO， 办事雷厉风行，骂人声如洪钟。在他眼里，张居正就是个长得帅、写文章漂亮的花瓶副手。高拱犯了所有强者都会犯的错，他太相信自己看得见的力量，忽略了在他影子里沉默10几年的那个男人。张居正每天坐在他下手，挂着春风一样的微笑，处理那些高拱瞧不上的琐事，袖口整理得一丝不苟，表面像块温润的玉，可底下他在算高拱的每一次呼吸。真正的猎人往往是以猎物的姿态出现的。这盘棋的关键不在朝堂，在一个游走在阴影里的人——司礼监大太监冯保。高拱看不起太监，他多次扬言要把司礼监裁了，把这帮家奴赶回老家。这种傲慢给他树了个致命的敌人。张居正抓住了这个机会。某个月黑风高的夜里，他伸手握住了冯保那只冰冷的手。这在士大夫眼里是禁忌，是孔孟之道不耻的勾结，但对张居正来说，这是上山的唯一票。他把道德洁癖暂时锁进了抽屉。我说实话，这一步走得险，也走得绝。他直接把外廷和内廷打通了，形成一把无形的剪刀，正对着毫无防备的高拱。机会来了。隆庆驾崩那天清晨，高拱在内阁里痛哭流涕。他不知道，一根绞索已经悄悄套上了他的脖子。新登基的万历才10岁，孤儿寡母心里发慌。高拱说错了一句话：10岁太子如何治天下？这话原本可能就是个老臣的担心，可到了冯保嘴里，添油加醋传给李太后，就变成了高拱想废立。李太后瞬间炸了。这时候张居正在干嘛？沉默。他没跳出来落井下石，也没替老搭档辩一句。他冷冷站着，看冯保这把刀捅向高拱的胸口。午门外阳光刺眼，圣旨下来，高拱所有官职被剥光。他瘫在地上，怎么也想不通，昨天还对他毕恭毕敬的那个人，今天怎么就变了？高拱被赶出北京，坐着牛车狼狈离开的时候，张居正站在城楼一角目送他，眼神里没有胜利的喜悦，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悲悯。我觉得这个人最可怕的就是这儿，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他清楚这一刀下去意味着旧的平衡彻底碎了。从今往后，他得一个人站在风暴眼里，1570双躲在暗处看笑话的眼睛。这时候的张居正不用再藏了，他撕掉那层温润的伪装，露出法家信徒的真面目。他知道仁义道德救不了这个国家，无为而治只会让大明在安乐死里慢慢烂掉。他要做的不是受人爱戴的贤相，是让人闻风丧胆的权相。他先动的是吏治。万历元年的冬天，对大明官员来说比往年都冷。这冷不是天气，是来自首府案头那一叠叠墨迹未干的红头文件。以前的大明官场，节奏慢得像衙门口那只晒太阳的老猫。一个知府接到修河堤的命令，先开会，喝几壶茶，写几首感叹民生的诗，然后把公文锁进柜子，叫从长计议。一议就是3-5年，等河堤决了口，再向朝廷要钱。这套拖字诀是大明官场200年的生存智慧，谁认真，谁就是不懂事。张居正来了，他扔出的第一颗炸弹叫考成法，名字平平无奇，实际上是一套精密又残酷的 KPI 考核系统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悬在每个官员头上的一把剑，剑柄在张居正手里，
箭尖对准乌纱帽，逻辑很简单粗暴。朝廷下任务，必须设最后期限。这期限记在3本账上，一本6科郎，一本内阁，一本执行衙门。3方互相盯着，谁也别想耍滑头。每个月对一次账，到期没干完，对不起。不管你是谁的门生，轻则罚俸，重则降级回家。这制度一出，从江南到塞北，每天都在上演。那个吱呀吱呀几乎要停摆的帝国机器突然发出令人恐惧的轰鸣，朝堂上开始有骂声。那些满口仁义的清流发现自己竟然没空骂人了，每天都得应付考核。有个御史站出来弹劾张居正专权独断，张居正连奏折都没看，直接引用考成法条款，查出这御史压了3件公文没办，当场革职。这一招杀鸡儆猴，镇住了所有人。史书上记着，虽万里外，朝下而夕奉行。在没有电报电话的古代，全靠人力做到这地步，是行政奇迹。我说实话，如果是我活在那个年代，我可能也恨他。谁愿意天天被人拿鞭子赶着干活？可你换个角度想，这帮人之前混了多少年，拿着俸禄不干事，国家都快烂没了，也该有人来抽一抽了。著名的治河能臣潘季训，就是在这种压力下被启用的，硬是把黄河给制服了。但张居正心里也清楚，他在把人当牲口用，他在透支整个官僚集团，他在所有官员心里种下了一颗叫仇恨的种子。大家现在怕你，是因为你手里有刀，是因为皇帝小，听你的，等哪天刀钝了呢？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过，我就像背着重担走在悬崖边的人，可他停不下来。考成法式，技强心针，一打进去，心脏剧烈跳动，一停就是骤停。解决了人的问题，张居正的目光转向了下一个。钱光让官员跑断腿没用，国库还是空的。大明真正的绝症，在财政、土地兼并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。万历6年的春天，江南的油菜花开得正艳，可对那些种地的老农来说，这个春天空气里有股不安。田埂上多了一群穿青色官服，拿着绳子和算盘的人，一脚深一脚浅踩在泥里。他们是张居正派来的丈量官，那些拥有千顷良田的豪强地主，通过勾结官府把田产藏起来，把名字从税单上抹掉，而那些只有几亩薄田的老实农民却要承担越来越重的赋税，还要替大户纳粮，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掠夺。张居正下令重新丈量全国土地，不管你是皇亲国戚还是豪门大族，每一寸地都得过秤。你想象那个画面，平日里连县太爷都不放在眼里的乡绅，此刻陪着笑脸跟在丈量官屁股后头塞银子，摆酒席搬靠山，全部好使了。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，每一次波动都在击碎地主们葬地的美梦。这一查，竟然多出来几百万顷耕地，相当于凭空多出来好几个省的税源。紧接着，更狠的一刀砍下来，一条鞭法。以前的税制乱得跟猫抓过的毛线球一样，交粮的、交布的、出劳役的，名目多的百姓哭都没地方哭。一条鞭法一刀斩下去，全部合并，统一折算成白银。这是划时代的。从此中国进入了白银帝国时代，国库里白银像流水一样涌进来，堆得库门都关不上。史书上写，张居正执政期间，国库积粮够吃10年，存银400多万两，这是大明开国以来从没有过的数字。可你把镜头挪到田间地头，故事就是另一面了。一个一辈子没摸过几两银子的老农，听到交银子3个字，比交粮食还慌。他手里有的是稻谷，有的是粗布，可朝廷只要白银，每到纳税季节，农民只能把粮食贱价卖给粮商。
换那几块碎银。商人闻到血腥味，趁机压粮价、抬银价，一进一出，狠狠剥一层皮。这就是改革的残酷，富了国家，加重了底层的隐形负担。张居正不知道吗？他从贫寒之家出来的，他怎么会不知道？可他选了一种近乎冷酷的理性，在他的天平上，国家的生存比一部分农民的眼泪要重得多。他像个给重症病人做截肢的医生，为了保命，必须切坏死的组织，哪怕疼得撕心裂肺。我觉得这个人特别像那种家里最不讨喜，但最能扛事的老大。他知道弟弟妹妹会恨他，可家要散了，他不当这个坏人。谁当万历皇帝看着户部送上来的报表，年轻的脸上泛起兴奋的红晕，对张先生更崇拜了。但他看不见的是，繁荣表象底下那种传统的乡村秩序正被白银的冷酷逻辑一点点瓦解，金钱开始成为衡量一切的尺子。张居正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，不过这是后话。就在他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，噩耗来了。万历5年，他父亲在老家去世了。按照儒家伦理，儿子必须辞官回家守孝3年，这叫丁忧。这是一条硬规矩，是士大夫的道德底线，谁碰谁就是不孝，要被天下人唾弃。可这时候改革刚进入深水区，考成法正紧要，一条鞭法刚铺开，他一走全完。那些被他压得喘不过气的政敌正磨刀霍霍，走还是留，这是个生死抉择。张居正盯着那封沾着泪水的家书，又看了看案头堆积如山的公文，眉头锁成川字。他知道，一旦选择夺情留下，他就要亲手撕碎自己作为儒家士子的道德外衣。可他更知道，这把刀一放，就再没人能拿起来了。风雨交加的那一夜，他做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。留表面上是皇帝下诏强行挽留，实际上呢，是他半推半就，夺情，夺去孝亲之情，一孝作忠。法理上说得通，情感上是在挑战天下读书人的底线。这一举动把所有看他不顺眼的士大夫给点炸了。带头的是几个年轻气盛的言官，吴中行、赵用贤，他们咬破手指，用血写下弹劾奏书，骂他忘亲贪位，骂他把道德堤坝炸了个粉碎。这不光是道德之争，是积压了5年政治怨气的总爆发。他们想用道德的石头砸死这个独裁巨人。张居正看着这些奏书，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。他原以为自己鞠躬尽瘁，大家会理解他的苦衷，他错了。在这些清流眼里，道德永远高于实物。你治理的再好，不孝就是垃圾。那一刻，他心彻底凉了。他明白了，自己跟整个文官集团已经没有和解的可能。既然你们要讲道德，那我就跟你们讲权力。既然你们想做流芳百世的忠臣，那我成全你们做鬼的愿望。万历5年10月的一个清晨，午门外阴云密布。万历皇帝在张居正的授意下，下令对那几个带头闹事的言官执行廷杖。请你别觉得打屁股很滑稽，明朝的廷杖是要人命的，用剥了皮的立木棍，包上铁皮，实打实往肉上砸。吴中行、赵用贤被按倒在午门的单冠下，衣裤扒下，露出书生孱弱的脊背。监刑官一声令下，木棍带着风声呼啸而下，砸在血肉上，发出沉闷的噗噗声。每一棍下去，皮开肉绽，鲜血飞溅，惨叫声在广场上回荡，听得周围官员心惊肉跳，双腿发软。吴中行被打到气绝，泼冷水醒过来，接着打。赵用贤被打到大腿上的肉都掉了下来。此时的张居正或许就站在文华殿的某个角落，冷冷听着远处的惨叫，表情坚硬如铁，没有一丝波澜。
这就是铁血宰相，不是形容词，是动词，是用暴力和鲜血捍卫改革的权威。这一顿廷杖打断了反对派的脊梁骨，也打碎了张居正作为儒家士子的最后一点温情。我说实话，每次读到这一段，我心里都拧着。他赢了，他赢得彻彻底底，从此朝堂上再没人敢公开反对他。可他也输了，输得一塌糊涂。他成了士林公敌，成了所有读书人心里那个不择手段的奸臣。孤独感像潮水把他淹没，他发现身边除了怕他的人，就是想利用他的人，再没有一个朋友。他变得更多疑，更严厉，更急躁，像一个驾着破船在风暴里航行的船长。为了不让船翻，他不得不把那些试图阻拦他的船员一个个扔下海。那些年，大明国库越来越满，边关烽火渐渐熄了，出现了短暂的万历中兴。可一切辉煌底下都罩着那层挥之不去的阴影，是午门外没干涸的血迹，是人心深处的裂痕。那个坐在龙椅上看着这一切的小皇帝，内心也在悄悄变化。他在观察，在学习。他看着自己的老师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看着他用廷杖对付不听话的大臣。这种权力的展示，对一个青春期的少年来说，既是震撼，是诱惑，也是恐惧。万历开始明白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权力是真理，连道德都可以被权力踩在脚下。张居正以为自己在教皇帝怎么做圣君，殊不知他亲手教出了一个懂得玩弄权术、冷酷无情的帝王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跟我们现在职场上很多事都很像。严师未必出高徒，有时候出的是仇人，压得越紧，反弹越狠。紫禁城深处，文华殿的琉璃瓦在阳光底下闪着冷光。对小万历来说，张居正这个名字不光是首辅，是压在头顶上让他喘不过气的大山。每天清晨，天还没亮，小皇帝就揉着惺忪的眼睛，端坐在书案前。等那位严师张居正走进来，总是带着一身寒气，步伐沉稳，每一步都像在敲打皇帝的心。你想象那个画面，一个50多岁威严如神的权臣，站在一个10几岁还没长开的少年面前，眼神如刀。皇上，昨日讲的《论语》可曾背熟？万历背得流利，张居正也只是微微颔首，脸上看不到一丝笑容。但凡磕巴一下，念错一个字，张居正眉头立刻锁成川字，那目光能把小皇帝冻僵。为人君者，不仅要知其然，更要知其所以然。陛下如此懈怠，将来如何治天下？那种时刻，万历不是95至尊，他就是个没写完作业，被老师罚站的小学生。这种管束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毛孔。万历喜欢书法，写的一手好字。张居正冷冷一句：皇帝的职业是治国，不是当书法家。万历想骑马，在御花园跑2圈。张居正立刻上奏书：玩物丧志，昏君苗头，必须停止。最让万历窒息的是关于钱的管控。张居正自己出门做32人抬的大轿，家里妻妾成群，可他对皇帝抠门到了极点。宫里灯油费要省，皇帝赏宫女几两银子都得他批准。有一次，万历想吃顿好的，御膳房报上来的菜单稍微贵了点，被驳回了。理由是太祖当年只吃野菜，陛下要忆苦思甜。这种双重标准像根刺扎进少年心里。我跟你说，如果是我可能16岁就疯了。万历表面唯唯诺诺，内心的叛逆在疯狂生长。他在张居正面前像只被剪掉翅膀的鹰，跪疼了膝盖也不敢动，心里恨得牙痒，嘴上还得说先生教训的事。这种扭曲的演技对一个青春期少年来说是巨大的心理摧残。直到那个著名的醉酒事件，把这层窗户纸
彻底捅破。那一晚，18岁的万历喝多了，或许是长期压抑需要释放，他拿着剑追2个小太监砍，还逼内侍唱艳曲。这事儿放历代皇帝身上，根本不算大事。年轻人喝多了发酒疯，谁还没个荒唐时候？可传到张居正耳朵里，性质就变了。他抓住这机会，要给皇帝来一次灵魂级的震撼教育。第二天，张居正联合李太后，给万历演了一出逼宫大戏。李太后在前面哭着数落皇帝不孝，要废了他改立陆王。张居正在旁边替皇帝写了一份痛彻心扉的罪己诏，让万历跪在祖宗牌位前，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朗读。万历跪在冰冷的地砖上，一边读着把自己骂得一无是处的文字，一边流着屈辱的泪。那一刻，他感觉自己被剥光了衣服，扔在大庭广众之下，尊严被那只看不见的大手捏得粉碎。张居正可能心里还想，陛下终于懂事了，这顿打没白挨。可他根本不懂人性。当一个人的尊严被踩到底线之下，心里生出来的不是悔改，是彻骨的仇恨。万历在心里发誓，张先生，你给我的这份屈辱，总有一天我会加倍10倍100倍还回来。从那以后，万历变得更沉默了，眼神更深不可测。他在等那个不可一世的老师老去，病倒。而张居正呢，似乎没察觉，或者说他太自信了，自信到以为自己能永远掌控这个亲手塑造的作品。万历10年6月20日，北京城的蝉鸣噪得人心烦。荆州那座相府里，58岁的张居正躺在病榻上，呼吸越来越弱，像盏耗尽灯油的枯灯。他那双曾经能看穿帝国迷雾，令贪官闻风丧胆的眼睛慢慢合上了。随着他最后一口气呼出，撑了大明10年的那根脊梁骨无声断裂。紫禁城里的万历，那一刻可能正在书房练字。丧钟敲响的瞬间，他的笔尖或许停顿了一下，墨汁在纸上晕开。他脸上的表情一定很复杂，有失去严师的悲痛，但更多的是终于摆脱枷锁，可以自由呼吸的狂喜。张居正死后第4天，那个曾经在他面前唯唯诺诺的少年，就迫不及待撕下了温情的面具。那些被考成法压了10年的懒官，那些因为一条鞭法损失利益的地主，全从阴沟里钻出来了，像一群闻到腐肉味的苍蝇，疯狂上书，把所有能想到的脏水都泼向这位刚死的旧首辅，骂他贪污，骂他图谋不轨，甚至骂他私生活糜烂。万历看着这些奏折，嘴角勾起冷酷的笑。他需要这些声音，他要用否定张居正来确立自己的权威。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。锦衣卫抄家，张府老小活活饿死，长子悬梁自尽，太师头衔被剥夺，文中谥号被追回。张居正从云端跌进泥潭最深处，甚至有人恶毒地建议开棺鞭尸。虽然万历最后保留了一丝底线，没同意鞭尸，但这已经是大明对待功臣最寒心的羞辱了。我说真的，我读到这儿，心里堵得慌。你想象那座荆州荒野上，刚立起不久就长满了荒草的孤坟，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这里是禁区，没有官员赶来祭拜，路过都要绕道走，只有风，那不知敬畏的野风，日夜呼啸着吹过墓碑，碑上的字迹在风雨里慢慢模糊，就像他在史书上的形象被人涂抹、修改，变得面目全非。这就是改革者的宿命吗？商鞅被五马分尸，王安石被骂成乱臣贼子，张居正差点被开棺录尸。历史的剧本相似得让人心寒，因为他们碰的是利益，是几千年固化下来的既得利益。他们想用一个人的力量去对抗整个世界的惯性。张居正的铁血
在于他敢把刀刃朝内，向自己所在的士大夫阶层开刀。可他忘了，刀能杀人，也能杀己。他像个站在悬崖边，想拉住鲸马的巨人，肌肉绷紧，血管爆裂，拼尽最后一丝力气，把马头硬生生拉回来。可当他力竭倒下，那匹受惊的马，也就是大明的官僚集团，毫不犹豫从他尸体上踏了过去。万历以为自己打倒权臣，夺回了权力，从此可以做钱刚独断的圣君。他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。没了张居正，国库迅速干瘪，边关烽火再起，官员们重新回到推诿扯皮、混吃等死的状态。万历之后几十年，逐渐变成一个几十年不上朝的隐形人。他用消极怠工的方式报复这个让他失望的世界。我猜，他在那些失眠的夜里，可能会突然想起那位严厉的张先生，想起那个虽然让他害怕，却能让他睡得安稳的背影。直到大明灭亡前夕，崇祯在绝望里又想起了这位被遗忘半个世纪的铁血宰相。崇祯下诏恢复张居正的名誉，重新修葺坟墓，想召唤他的亡灵来救这个无可救药的帝国。可这迟到的平反，对躺在地下变成枯骨的人来说，又有什么意义？不过是落日余晖中最后一声叹息。今晚的故事快讲完了，我们怎么评价张居正？他不是道德楷模，他好色、奢靡、揽权、阴狠，他身上有那个时代官僚所有的毛病，但他是个真正的政治家，一个在大厦将倾时敢用自己的肩膀去顶梁柱的孤勇者。被叫铁血宰相，是因为他明白，在那个烂透了的时代，温柔的药方救不了命，只有虎狼之药才能换一线生机。他用自己的骂名换来了大明百姓几十年的安稳，换来了国库堆积如山的银两，换来了短暂的中兴，像一颗流星，用近乎自毁的方式燃烧，照亮那个漆黑的晚明夜空。短暂却足够耀眼。我用一个不那么恰当但够形象的比喻来结束今晚。大明就像一艘行驶在历史长河里的破船，船底漏水，翻破风急，船员们还在抢最后一点淡水。张居正就是那个拿着锤子和钉子，满脸凶相的修船工。他一边骂骂咧咧，一边把那些偷懒的水手踹进底舱干活。他用铁钉强行钉死裂缝，用鞭子逼着大家划桨。这艘船又摇摇晃晃往前开了一段，躲过了沉没的漩涡。可当他累死在甲板上的时候，那些被他骂过的水手欢呼着把他扔进了大海，然后继续狂欢，直到船再一次撞上暗礁，冰冷的海水涌进来，大家才惊恐地发现，那个拿着锤子的人再也不会回来了。2000年的史书里，像张居正这样的人太少太少，而像万历和那些清流那样的人太多太多。我觉得这个人比起完美的圣人，更像一个真实的狠人。他知道自己是错的，知道自己会被骂，可他还是干了。说实话，如果是我做不到。今晚当你关上灯，躺进温暖的被窝时，不妨在脑海里给这位孤独的老人留一个安静的小角落。不用评判对错，历史的对错往往是相对的，唯有那份为理想燃烧生命的勇气是绝对的，是永恒的。风停了，雨歇了，荆州城外的荒草地里，那块墓碑依然静静伫立，看王朝兴替，看云卷云舒。愿每一个负重前行的灵魂都能得到岁月的温柔以待。好了，关于铁血宰相张居正的故事，我们今晚就讲到这儿。谢谢你陪我走过这漫长的20年风雨。愿你的梦里没有权谋的算计，没有沉重的考成簿，只有一亩良田，一缕清风，一段现实安稳的岁月。晚安。